如今，哀家的弟弟遇害身亡，你说，哀家该如何为弟弟抱不平？这里有2498块玉，你帮哀家数数齐不齐整，给哀家做个见证。母后，这是玉匣用的玉，怎么带来这种丧葬裹尸之物呢？这是哀家为自己这将死之人准备的。哀家的弟弟田汾于宫外被段宏所设的陆绩惊吓至病倒，无端枉死。哀家今日誓死要为弟弟讨回公道。母后请息怒。皇太后，皇太后息怒。段宏不死，今日这玉匣就是为哀家而设。母后息怒，此事哀家倒要看看哀家10月怀胎的孝子，今天是要维护一个姬妾的朋党，还是要存孝义，赐死一个恐吓丞相、十恶不赦的罪臣段宏？一句话，今日不是他死，便是我亡。儿臣当然希望母后福寿安康，也知道孝义所在。生，视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若母后执意要以死要挟儿臣滥杀忠臣，儿臣只有为母后行葬祭之礼，以答谢慈恩。你，母后，皇太后，走开！皇太后，皇太后息怒。不孝子！母后，请听儿臣说。哀家不听。孝有忠孝和愚孝。从前孔子的学生曾参，因种瓜伤及根苗，任由父亲杖打责罚，险些丧命，激让其父背上杀人之罪，抑恶之名。事后孔子斥曾参是愚孝而非忠孝。狡辩！母后生我育我，儿臣时刻恐怕孝敬不周，又怎会忍心让母后背上胁迫天子、干扰朝政的恶名？若儿臣遵从母后之命，以赵隐亡魂吓唬丞相为由，致朝臣死罪，确实能成母后一时之快。可失诸礼具，必受天下人讪笑，儿臣也得担上愚孝之名。儿臣实难从命。况且儿臣绝不相信什么鬼神索命之说，陆绩之事，天天有之。若舅父光明磊落，又怎会偶然遇上就吓破胆，甚至一命呜呼？你怎么可以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自己的亲舅父？舅父那些罔顾皇法的恶行，难道全是诽谤之词？母后爱弟亲切，或许相信，可作为一国之君，儿臣心中有数。母后若纠缠下去，朝中必有不平而鸣者，将舅父行恶遭天谴一事传扬出去，挖出舅父更多罪行，这不是更有损舅父名声吗？这也非母后所愿吧？恳请母后三思，收回成命，不要让儿臣陷于两难。
启禀陛下，可否让臣妾说几句话？说吧。皇太后刚才提起臣妾弟弟当年被抓一事，臣妾回想起来，也甚觉惭愧。当年臣妾愚昧，为了弟弟的失踪鲁莽行事，几乎铸成大错，险些滑胎，伤及腹中骨肉。如今，只要为长公主身体抱恙，臣妾就愧疚当日所为，也许疑惑胎儿。皇太后与丞相姐弟情深，但是皇太后与皇上骨肉相连，母子同心。相信皇太后也不忍皇上受群臣非议，陷于两难，求皇太后英明决断。母后这百年归老之物，今天送到儿臣这里，正好让儿臣赵巧公拿去精雕细琢，每片玉片都要雕上凤鸾祥寿，才能配得上母后的慈恩义德。母后凤体金躯，必定长命百岁，儿臣便有充裕的时日，可以慢雕细琢，以此回报母后的深恩。就这样办。母后，此事就交给我来办吧。这些金缕玉衣，臣妾会拿到东园重新修整，一定会尽善尽美。好，此事就交由皇后办理。诺。陛下为臣，不惜冒犯皇太后，臣粉身碎骨也难以回报。起来吧，朕已经失去了窦婴和冠夫，怎能再是一个推心置腹的忠臣？谢陛下。这事已经过去，不必再提了。只是跟田汾勾结、图谋造反的党羽一日未查出，始终是大汉的祸患。敢图谋帝位之人，必位高权重。若田汾与之勾结，就肯定是在他未当丞相之前。田汾究竟有何利用价值？这人虽位高，却应该无法自由出入禁锢，所以才要借助田汾国舅的身份，方便行事。臣定会循着这个方向入手追查，并且会在田汾的好友当中一一查询，不将图谋者正法，绝不罢休。有你这话，朕就放心了。只是切记，机密行事，不得外扬。臣明白，臣一定会小心。有臣如断黄，朕何事阻虑？有君如陛下，臣死而无悔。启禀魏夫人，皇太后还没起来，或者，请魏夫人先回去。不用了，我在这里等就好了。皇后驾到，窦太主驾到。参见皇后，参见窦太主。起来吧，妹妹也来向皇太后请安啊。是，只是皇太后尚未起来。是吗？翠儿，快进去通传，说皇后来请安了。诺。魏夫人，你最近勤来请安，是因为皇上最近常宿交房殿吧？但是刻意奉承，未必博得皇太后在皇上面前为你美言呢。
臣妾向来暗例请安，今闻皇太后生病，更常多来探望，并无刻意讨好之意，请窦太主明鉴。哦，那应该是我说错了。魏夫人当然不用刻意，只是举手投足已经是敬长辈、爱国君、识大体的贤惠嫔妃，那种真义淑德、挥耍自如，可是装得颇到家呀。母亲怎么能这样讲？魏夫人确实是贤惠入骨，母亲怎么能说她是装的呢？正因为魏夫人这贤良之德，才可以从一个歌姬攀上夫人之位，又得天佑，生出3个女儿。所以嘛，我这个皇后也得向妹妹学习，当一个贤惠的妻子。禀皇后，皇太后刚刚醒来，请内进。娇儿，你看，不是说皇太后正在歇息吗？你来请安就立刻召见。皇太后原来是不想见某些人。那母亲，我们进去吧。魏夫人，看你平时很聪明，怎么突然间不懂情理了？皇太后分明就是不想见你，你偏要进去惹她生气吗？我身为6宫之首，本来也应该帮你，可是总不能让皇太后在病中再受刺激吧。不过，本皇后不介意带你向皇太后请安。魏夫人，还是先回去吧。皇后，臣妾做了些补汤献给皇太后，请皇后代为送上。魏夫人还是自己用吧。皇太后就是因为怒你才不想见你，你让本皇后拿你的东西进去，那万一再触怒了她，你我可都担当不起。皇后窦太主到。皇太后金安。免礼了。母后身体欠佳，臣妾特意备了鸡汤，让母后提神养身。娇儿真是孝顺，别人就没有你这份心了。妹妹呀，这鸡汤是娇儿早上亲自给你熬的，妹妹趁热喝啊。是娇儿亲手做的，哀家当然要尝一尝。若真能提神，就更好了。哎呀，哀家如今是整天困累，药食不灵。太医令开了几副药，都没什么起色。哎呀，这可非同小可呀！妹妹，你睡中可有梦啊？何止有，还噩梦连连呢。一时梦见弟弟，一时又梦见太皇太后。他责问哀家，为何要纵容弟弟杀害那个姓窦的？窦婴脚趾，是他咎由自取，与哀家何干呢？弟弟过世前几天，他也是噩梦连连。难道母后福寿绵长，想必只是伤心过度而已。不多虑就好了。就是，想是太医令的药并未对症，所以才令妹妹久病不愈。幸好我们娇儿孝顺，历经千辛万苦，已经为妹妹寻得良医了。哦，臣妾一直为母后搜寻良方妙药，今日还遇上一位义士。他不但神通超拔，而且医术更胜扁鹊，在河西一带被誉为神医。听说有起死回生之术，
母后可要试一试。世间竟有此等高人，到底是谁？此人名叫楚服。楚服。皇太后福印，灵丹妙药在此，必能药到病除。母后，你这2天才喝了2副药，气色已见好转呢。相信妹妹的病很快就会康复。起初娇儿推荐的时候，还半信半疑。唉，现在虽未完全康复，但身心舒畅多了。都坐吧。楚服，你果然名不虚传呐！谢皇太后赞赏。不过小女子不敢独占功劳。哦，难道还有比你更厉害的高人？是田丞相在天之灵护佑皇太后。弟弟，丞相素来积德，已归仙道，如今福泽后宫，皇太后才会迅速康复。原来是弟弟，他在保哀家，可哀家却保不了他。母后救父成仙，这是天大的好事啊，为何难过呢？娇儿说的是，他能成仙就好了。哀家心结能解，全因你孝心推荐。哀家要重重赏你。既然是孝心，又何须原赏？母后要赏，就赏楚服吧，是他法术了得，才让母后解除烦忧。这是当然，就赏楚服黄金100锭。谢皇太后赏赐。起来吧，以后你就留在哀家身边，替哀家医病保养身子。楚服只怕不能胜任，求皇太后收回成命。为何不愿意呢？你有什么要求，就说吧。小女子并无要求，只是药到可以病除，灾星却棘手，楚服难有把握保皇太后周全。灾星？宫里怎么会有灾星啊？是谁啊？天机不可泄露啊！哀家命你说。可是泄露天机是要折福折寿的，这关系到汉室安宁，况且皇太后对你信赖赏识，你理应报答呀。那小女子只有冒折寿之险说出来。此灾星非出自王侯富贵家，却凭声色技艺攀龙附凤，独占圣宠，因命带刚煞，
近者遭殃。正是一朝白玉夺，后宫苦伶仃。什么一朝白玉夺？这只是小女子祭天求神时感应而来的话，其实也不知道什么白玉。放心，你的白玉喜寿乃皇后专有，谁也夺不走的。说，这扰乱后宫的灾星究竟是谁？凭着声色技艺，攀龙附凤，独占圣宠，难道是他？母亲，别乱说。说又如何？谁猜不出来？除了魏夫人，还能有谁？母后，魏夫人向来心善仁慈，对母后恭敬，她的一言一行在后宫之中尽是典范，怎么会夺白玉，又克母后呢？皇后，宁阁与生俱来，且有罡风引路，为她扫平障碍，轻易扶摇直上。只怕祸延后宫，绝不能让这妖孽灾星去伤及皇帝。皇太后请放心，此灾星遇弱则强，遇强则弱。皇上乃95之尊，不足为虑。但老幼病弱者，为灾星所克，轻则诸事不顺，重则突发病患，危及性命啊！后宫老幼众多啊，那该如何是好啊？楚服，你若能消灾解惑，哀家必定重重赏你。皇太后赏识器重，小女子必定竭尽所能，报效洪恩。我在这儿呢。你怎么这么坏？再坏也比不上你的障眼法厉害。跟你的周全妙计相比，算是不相伯仲吧。接下来，你就让窦太主献出他的长门远，去讨好皇上。先稳住皇后的地位，再除掉那个魏夫人。先让那个魏夫人生不如死，你让皇后高兴高兴，之后再让他们永不超生。到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有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我要天天抱着你的仙腰，就快活似神仙了。看，圆圆过来了。小心啊！我也要小心啊，公主。来，快到祖母这儿来。哎呀，这小东西，来，吃一个。
乖。翠儿，带小公主去梳洗一下，让他们休息休息。诺，乖，乖。走吧。3位小公主住在长信殿，更加活泼开朗，母后的气色也更加好了。是啊，长信殿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。如果公主在就好了，女儿在身边，母后肯定更开心。最近公主甚少进宫，不知道平遥侯怎么样了？哀家刚刚病好，平阳侯就病倒了，他也要忙着照顾呢。听说平遥侯不知道染了什么痢症，全身恶疮，真是痛苦啊！真的被楚服说中了，要不是灾星逼人，怎么会连在宫外的平阳侯也遭殃了呢？他出身平阳府，而且与公主又亲近。本来说他是灾星，我也不相信，可是现在我不能不信了。唉，母后，他来了。皇太后万安，皇后金安。免了。玉兰节将至，臣妾做了一些香包，献给皇太后沐浴之用。玉兰节，不就是要除瘟避毒吗？这瘟毒的确要避。哀家累了，你走吧。那臣妾不打扰了。小公主在长信殿住了多日，想必给皇太后添了不少烦扰，也让……烦扰哀家的是另有其人。那臣妾今日将小公主接回兰陵殿，以免妨碍皇太后休息。公主们玩累了，正在寝宫睡觉，不要吵醒她们。那臣妾明日再来接他们回去。我明日要带他们去百花林赏花。那臣妾后日来接他们回去。以后你就不用来接他们了，就让他们留在长信殿，哀家亲自照顾。皇太后，是臣妾做错了什么吗？没有什么事，你也不用再来东宫，也不必过来请安了。臣妾是否做错了什么，惹皇太后生气了？臣妾如果有错，任由皇太后责罚，绝无怨言。请皇太后收回成命，准许臣妾接女儿回去吧。你没有错，错在哀家当初准你留在宫中，让你侍奉皇帝。如今虽不能阻止皇帝与你亲近，但绝不能再让你亲近我的皇孙。皇太后何故要拆散我们母女？放肆！你竟敢这么跟哀家说话！魏夫人，别再惹母后生气了，你还是先回兰陵殿吧。臣妾愚昧，臣妾与3个女儿乃骨肉至亲，生死相连，岂能无故相分？请皇太后明示其中缘由，否则臣妾难以踏出长信殿。哪轮得到你说走与不走？哀家不只能把你赶出长信殿，还能把你赶出皇宫。皇太后想要赶臣妾出宫，易如反掌，但凡事离不开天理人伦。母亲养儿育儿乃天理，女儿孝母敬母是人伦。如今皇太后要我们母女骨肉分离，断我为母之职，绝我女儿尽孝之分，违天理，反人伦，情理何在？妹妹，你又忘记后宫的规矩了，你怎么能这样顶撞母后？哀家是皇太后，哀家说的就是情理。你多番目无长辈，女儿留在你身边，只会沾染你的恶习，失礼失教，这就是理。更何况，你是灾星，冲克尊长幼女。为了确保龙毅的安全，哀家不会让你带走公主，这就是情。
你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就给哀家回去。皇太后，灾星之说纯属无稽之谈，怎能以虚晃之说盖过天理正道？母后息怒，要不我们去请皇上定夺，免得魏夫人觉得母后以长欺小，以尊压卑，强夺骨肉。陛下，外敌侵扰边疆、杀人抢粮之事实在紧急。薛丞相大农令已在宣使恭候陛下，商议对策多时。朕都知道了。你们先议出几个策略，确保西部边关百姓安全。还有那些被外族侵占的木耕土地如何征回，再向朕呈上吧。臣遵旨。朕稍后就到。诺。参见母后。参见陛下。反正3个公主，哀家一定要留在长信殿。臣妾实不敢再添陛下烦忧，可是母亲养育孩儿天经地义，求陛下恳请皇太后让臣妾将孩子带回去。陛下家事国事皆忙，臣妾愿为陛下分忧，出个主意。皇后请说。弄孙为乐，是为人祖母的福气。可是10月怀胎，血浓于水，又怎能分离呢？我明白，魏夫人不舍骨肉，也是爱女深切。不过现在陷入两难境地，大家也都是为了3位公主好。臣妾斗胆做一个提议，就请母后让魏夫人领回魏长公主和2公主，小公主则暂留长信殿。 3个都是哀家的孙儿，哀家都要护着，不能被这灾星所害。所谓灾星之说，纯属无稽之谈，求陛下明察。妹妹，难道你想把转问的余地都堵死吗？假若2位公主在魏夫人身边健康无恙，母后就不必再管灾星之说，到时小公主就可以回兰陵殿。陛下以为如何？好。陛下，3位公主一直在臣妾看护下健康成长，即使患病，都只是偶然风寒，全都是小病。所谓灾星不祥之说，祸延女儿，全无凭据。小公主年幼，却被迫与母亲分开，她们一定会惊惶不安的。 我的好妹妹啊，母后与小公主祖孙情深，你不必多虑，就让小公主陪伴祖母，让母后宫中多添点欢乐，也替皇上尽孝心啊。就依皇后所言，长公主与2公主由魏夫人带回，小公主就辛劳母后代为照顾。陛下，朕意已决。 你不是常说要给朕一个和乐之家，那就依皇后所言，让朕一家和睦。国事已经烦扰不堪，不想再为这仕途添烦恼。你也当是替朕分忧好了。好了，哀家累了，要先回宫休息。 来民，小的在。哀家宣誓。诺。这些是张骞大人出使时所携带的一切图册、书帛、辎重器物，你带回去研究一下。
将我们多年来寻得的种种物件进行比对，希望能发现张骞大人他的去向。诺。对了，陈昭他们是不是陆续回来了？是，今天应该可以抵达长安城。好，我另有任命给他，你先去安排一下。我今天晚上就要和陈昭见面。诺。段大哥，魏夫人为何在此？我最近乱了心智，故来此熏香写字，希望能够静心凝神，好好反思。听闻皇太后将三公主留在了长辛殿，想必正为此事烦恼吧？为了女儿的事情和皇太后争论，烦扰到皇上，我才发觉自己原来不够静心，忘了一个苦字。苦。当年魏家穷困之时，还多亏段大哥的父亲施恩赠食，那童年之苦，让我立志发奋，助弟弟早成大器；在掖庭之苦，让我更加决心，追求和乐之家。而三个女儿出世以后，我只知母女情深，而忘了天子之苦，忘了皇上要顾及千万百姓，还要调停后宫纷争之苦。我太不体恤皇上了。你别这么说，你一直在为皇上分忧，皇上深知我们大家也有目共睹。这次你爱女心切，一时情急之下顶撞皇太后，也是人之常情。皇上疼你，爱你，你反而苛刻自己，这才叫不体恤君心。我只想提醒自己，事事静心，泰然处之，让皇上安心朝政。有苦也要自己一个人承受。每次你受苦，都有一番新的领悟，这不是其他人所能做到的。苦中常甘。童年虽苦，却有家人同乐；掖庭虽苦，却有瑞姬的信任；宫中虽苦，却造就妹妹与众妃的情谊。所以以后别单记着苦字，要记就记苦中常甘。母亲，我要学武艺，练骑射，读兵法，长大要像高祖父一样，为皇上打天下。香儿真乖。孩儿拜见父亲。香儿乖，来。君侯为何不在房里好好休息？今天感觉稍好，就出来走动走动。刚一出来就见到香儿心怀大志的样子，好。父亲，你熟读兵书，可以考考孩儿兵法。香儿，那母亲考考你，何谓善之善者也？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那如何才可以百战不殆啊？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。真乖。好，香儿年纪轻轻就如此厉害，他日定能建功立业。多谢公主对香儿的细心教导。香儿是我们的儿子，君侯何须多番言谢？父亲，你答应孩儿背好《孙子兵法》，就教孩儿骑马。我们去骑马吧。
香儿乖，让父亲好好休息吧。现在晚了，咱们改日再去好吗？那父亲好好休息吧。哎，我答应过的，香儿做到了，我这个做父亲的也要做到。那父亲你答应了？明天我们去骑马，好吗？好啊，好啊。四和，带公子去休息。那走了。哎，你真是的，怎么答应他去骑马？啊，放心吧，这段日子啊，立正已见好转，不至于弃养男人。明天我们去骑马吧。参见君侯、公主、小公子。飞鸾看起来很精神啊，前2天还见他烦躁不安呢。早日应该是生病了，现在没事了。刚才操练了一会儿，跑得神气活现。孩儿想骑马，这匹好。父亲，你陪孩儿骑马吧。哎，卫青啊，你熟悉这马性情，你陪香儿骑吧。诺。好啊，好啊。小心一点啊。来。我已熟读《孙子兵法》，再学会骑马，很快就可以去打仗了。啊？熟读兵法？好。孙子曰：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。”厉害啊！公子的马骑得很好啊！我会了，我学会了。香儿，你好厉害啊！我学会了。父亲，你看，你看。怎么样？臣会尽力，再开个方剂试试。送御医出去，取了药再回来。诺。请。不要为难御医，也无需浪费珍贵的药石。公主，你千万不要再为我太过费神操劳，反正都已……不要说，你不想我操劳的话，就快点康复，好好照顾我。我想见。我知道，我叫香儿过来。哎，不是香儿，我想见的是卫青。君侯找臣。啊，坐。好。卫青啊，你在平阳府的日子不浅，可知道这宝阁中，我最珍爱的是哪一件吗？能放在这宝阁中的，想必都是君侯最珍爱之物。臣记得君侯从前每当要送礼，总是千挑万选，可是哪一件都舍不得。
难得你还记得呀。可这些宝物到现在都不算什么了，全都带不走啊。君侯，虽则如此，我都不觉得可惜。唯有一样是珍中之珍，宝中之宝。我即便离开，也难丢下。这宝贝，集天下奇珍也不能置换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是公主，我的公主啊！我虽是世袭侯爵，但既无军功，又无治国之才。公主是孝敬皇帝最疼爱的女儿，当今皇上最亲的姐姐，胸怀鸿鹄之志，却嫁给了我这个平庸之人。君侯之言，臣不敢苟同。君侯与公主间谍情深，叫人称羡。叫人称羡。你倒知道别人眼中的我是如何的配不上公主，我也自知不配。君侯对公主爱惜敬重，侯府上下无人不知，公主一定会明白的。爱惜敬重，不足以弥补公主的委屈啊！公主理应配一个智勇双全、刚毅上进之人，而我，君侯，我这残躯再难康复，今后再也不能照顾公主。我真的是放心不下。卫青啊，我知道你是可托之人，我希望你能代我照顾他们孤儿寡母，护他们周全。卫青出身平阳府，君侯和公主的大恩大德，卫青没齿难忘。君侯放心，卫青就是粉身碎骨，都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他们母子。得你一言，胜过千金。我放心了，放心了。我糊里糊涂过了一生，以为将眼中的珍宝都藏到宝阁中，现在望着这抹斜阳，才知道实在太傻。这么美的景色，怎能屈就在宝阁之中？夫君对我情深，我知道的。可惜，已经太晚了。不，我不允许你这样说。我如此不才，公主仍事事为我筹谋，对香儿更是痛惜有加。上天待我真好。
如今不过是天从人愿罢了。让我先离开公主。你别乱说。若我没有公主，肯定余生不改，家业不保，香儿难成大器，甚至闯出大祸。但公主没有我，便少了一个包袱。不是，你不是个包袱，你是一个好夫君，好父亲。我不允许你离开我和小娥。公主，你每次动怒，我真是从心中发抖。但这次，我却觉得好温暖，有你真好。果然好美。你若喜欢的话，那以后我都陪你过来好吗？以后我们一起来赏春雨，看夏荷，观冬雪，还有带着香儿来骑马。相思路魂飞苦，明月寒烟人孤独。蝶无花，卷飞舞，几番相思却年年虚度。冷风月，几回圆，孤灯寒夜秋难眠。花无主，孤飞燕，几度缠绵，何时再相见？我的心只有你懂，孤情难走鸳鸯梦。谁的心事在作弄？情年别离，却难重逢。苦了相爱的人难相随，我情愿为你醉。花憔悴，苦酒都是泪。别再让最爱的人伤悲，是我情愿不后悔。我的爱有你才完美。参见窦太主，免礼。恭喜窦太主啊！曹氏已死，实在可喜可贺。先是你那招投其所好，以抚琴
香薰，让皇上重临交房殿；再来一招，挑拨离间，令皇太后认定卫子夫就是灾星；再到这招，宠其所爱，以小公主作为棋子，既可以打击到卫子夫，又可以让娇儿重获圣宠。这3招都算计得非常精妙。好，可是曹石之死，跟我娇儿获宠又有何关系呢？曹石一死，足以令魏夫人众叛亲离，甚至连魏氏一族也马上就会死无葬身之地。此话何意？快说！窦太主不必焦急，只要有双呼风引雨的巧手，就能让不讨窦太主喜欢的人死得凄惨。窦太主，还是那句话，曹石死得好。大胆！皇太后息怒，为知臣妾所犯何事，皇太后急召臣妾前来，还求皇太后明示，臣妾有错则改。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？流言都传到宫里来了。臣妾不知道有何流言。那是因为太不堪了，所以人家不敢在你面前提起。魏氏姐弟攀附皇裔，姐为皇妃，弟攀公主，郎情妾意，缱绻魂牵，君侯一事，鸾凤于飞。还有呢，哀家说不下去了。皇太后，这些一定是误传，我弟弟断然不会和平阳公。闭嘴！你没有资格提我女儿。平阳侯尸骨未寒，你那好弟弟便乘人之危，对公主意图富贵，实在可耻。还不是因为你这个做姐姐的没有好好管教弟弟，才败坏了公主的声誉名节。你该当何罪？这件事不是真的，我弟弟向来踏实守礼。他手里，那这一切都是哀家女儿的错了。皇太后，臣妾不是这个意思。臣妾相信这件事一定是无中生有，没有凭据捏造出来的谣言。哼，谣言？空穴来风未必无因。你向来骄纵弟弟，如今闯了大祸，想必你又要包庇他了。臣妾不敢。臣妾一定会严加诘问弟弟，就算没有此事，臣妾也会叮嘱他避嫌。避嫌？避嫌好，最好你们姓魏的全都避离我们。哼！子夫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臣派人密查冠夫食客的踪迹，现在已有眉目。陛下，启禀陛下，交房殿的侍女春玲来报，皇后说晚膳已经准备好了。请皇后稍等吧。诺。那就全力寻找冠夫那帮食客，但愿能查出谁跟田汾有勾结图谋，这可关乎汉室安危。诺。你去吧。还有事要奏？陛下，最近臣听到不少传闻，指魏大夫与平阳公主有染。无稽之谈，哪里值得谈论？只恨那平阳侯刚一离世，就出了这种风言风语。幸好姐姐绝不愚钝，相信她也不会理会。你就转告卫青，让他勿需担忧。恐怕传闻不是这么简单。
流言能够迅速传遍长安，应该是有人别有用心。朝臣之间互相攻坚，无日无之。一来她是外戚，二来又得朕器重，早已是众矢之的。不加理会，以才德辅助，才是反击的良策。这件事情不但影响到魏大夫，据闻皇太后也曾召魏夫人责问。朕倒没有听她提及过。是魏夫人有心隐瞒。魏夫人自愧之前为了女儿的事情跟皇太后顶撞，让陛下在忧国之余，还让陛下被家事牵累。此事也非因她而起，朕并没有责怪她。但魏夫人自觉没有体谅陛下，心下愧疚。臣曾在石渠阁遇上魏夫人，魏夫人在阁内写字静思，说以后不论面对何种委屈，都甘心哑忍，不让陛下再受烦扰。在写什么？陛下，民之饥，靡有一役，瞻仰昊天，为其伤矣。是臣妾小的时候良哉时所见的景况。如今丰衣足食，何必在意往日的苦？记得从前的苦，才知道现在有多幸福。你幸福吗？臣妾有陛下的恩眷，又有一如亲人的知己良朋作伴，更有3个女儿承欢，当然幸福。可你心里很苦，对吗？陛下，朕最近忽略了你，让你骨肉分离，还受母后的气，你受屈难过，为何不告诉朕？臣妾不难过，知道陛下国事繁重，还念及臣妾，已经很满足了。你为朕吃了苦，朕的心好痛。这不叫吃苦，叫尝甘。就像小时候，即使良哉，也有邻家段大叔赠食，足见人间有情。这份甜，这一生都铭记不忘。好，你要写诗，朕与你一起写；你要思苦，朕与你一起思；你要尝甘，朕也与你一起尝。还记得入宫前，朕对你说的那些话吗？臣妾当然记得，陛下说要与我一起改写这6个字：苦饥寒，逐今晚。